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同学聚会，他们以为我还是那个低保生，一个劲的羞辱我。第一次来这种高档地方消费，能吃就多吃点儿吧，你的单我买。我挥了挥手，总经理笑呵呵过来问：梁总，老样子免单吗？我摇摇头，不，把最贵的都端上来，几十万的鱼子酱，新到的黑松露，还要空运来的帝王蟹，人手一只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出校已经3年，今天班长突然在群里喊聚会，我装作看不到，把手机扔在我20米的沙发上。叮咚叮咚，当我再次翻看手机时，班长在群里艾特我：梁爱，好不容易同学聚会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我想推辞，下面有好事的人说：班长，梁爱怎么可能会来？你忘了，他每天都要捡瓶子的。就是，拿着低保的同学，他聚会有钱吗？然后迎来了一大片嘲笑声。毕业3年，我差点忘记那群霸凌我的人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不找到机会了。我回了一句：我一定到。末了，就继续和保姆修剪新到的花卉。2000多平的别墅，怎么买都装不满，所以我每天都会定制一批鲜花做装饰。花卉太多，我就直接泡花瓣澡，浴缸表面铺满了花瓣，看着都舒服。保姆给我开了一瓶10几 W 的红酒，边泡澡边喝。终于到聚会的日子，我挑了一套最朴素的衣服，在镜子面前照了照，还是不满意，索性问保姆阿姨借了一套她的衣服。他们订的地方正是本市最贵的酒店，也是我爸公司旗下的产业之一。因为距离我家就500米，我就走路过去了。没想到路上下了一场瓢泼大雨，把我的衣服都打湿了。到酒店的时候，我头发淋湿，有些狼狈。本来喧闹的包房，因为我的到来安静了下来。班委看到我就笑得合不拢嘴。梁爱，没想到你还真的来了。姜岩也跟着羞辱我，第一次来这种高档地方消费，能吃就多吃点儿吧，你的单我买。学习委员说：怎么能让你买？之前说好 AA 的，怎么能坏了规矩？这时郭丽丽穿着一身蓬蓬裙也凑了过来，她捂着鼻子：梁爱，你是多久没有洗澡？全身一股酸臭味。我闻了闻身上没味道，大概她说的是我穷酸味。刘涛也过来了：丽丽，你不要闻臭味，我怕你受不了。说罢贴心的给郭丽丽捂住鼻子。没想到刘涛也在这里。大学里全班都霸凌我，除了刘涛，所以我把他当作我唯一的精神支柱。他会陪着我在天台叹气说：命运就是这么不公平。我们会像偶像剧男女主一样45度仰望天空。他会认真地说：梁爱，你真的是一个好女孩。因为他的一句话，我可以起早给他抄笔记，考试给他递小抄，甚至大姨妈来还要跑到操场给他送冰矿泉水，只因他说我送的特别好喝。那时的我天真的以为刘涛对我是有好感的，直到有一次晚自习，我落了书在教室，再回去听到他对郭丽丽说：我怎么可能喜欢梁爱？他可连你的头发丝儿都比不上。我不过是觉得他特别傻，逗逗他而已。郭丽丽在他怀里笑得花枝乱颤，没一会儿就听到了此起彼伏的男女喘息声，我到场就吐了。那天后，我就彻底对刘涛死心了。坐下后，郭丽丽故意把自己的车钥匙放在了桌子上。这时姜岩像是发现了新大陆：丽丽，你又换车了啊！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盯着郭丽丽的钥匙扣。我瞥了一眼，是宝马5系，我也有一辆。这车我嫌性能不好，就送给我表姑的二舅妈的弟弟的大孙子了。
郭丽丽娇滴滴地说：“还不是涛哥说我怀着宝宝，原来的 mini 太小了，就自作主张的给我换了一辆。我说不要，可他不听啊。”众人听了直呼：“丽丽你真是好命，长得漂亮又嫁得好，同学里我就羡慕你了。”就是，丽丽你说你怀孕了，皮肤还这么好，我都嫉妒了。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奉承，无所谓的挠了挠耳朵。我皱着眉站起身子问：“还不上菜吗？”班委笑着捂嘴问：“梁爱，你这么急干嘛？难道是怕晚了赶不上地铁吗？”众人听了哄堂大笑。大学的时候，我爸是垃圾之王，经常收废品。后来我也把我爸这传统的美德发扬了下来，只要看到学校有瓶子，我都会捡起来拿去卖。结果被全班鄙视，知道我家境不好后，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数落我。那时候因为我家境贫寒，还申请了助学贷款，所以没有和他们计较。不过现在的我可不是以前那个我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爸收废品的场地被开发商看中，建了一处商业圈，我爸因此获得了一笔巨额赔偿。紧接着我爸跟着朋友去开矿，结果第一次就发了。自此我家像是被财神眷顾，源源不断的钱财涌进来。我悠悠地说：“我都没坐过地铁。”班委，你是有多穷啊？连地铁都没坐过。班长也在一旁笑：“我确实没坐过，以前是没钱坐，后来是发达了就坐自己的车或者坐私人飞机。”郭丽丽嘟囔着嘴对刘涛说：“我也好久没坐地铁了。”刘涛：“胡说，你还怀着身孕，怎么能坐地铁？”郭丽丽撒娇：“我就想出去玩嘛。”刘涛大手一挥：“过2天我问朋友借一架私人飞机，我们出去玩。”听到这里，同学们彻底炸了锅。刘涛：“行啊，你背着我们交了什么朋友？这么有钱？”刘涛开始打哈哈：“就一个远房亲戚刚买的私人飞机，说想带我见识见识，我也不好推辞。”我突然想到停在家门口的私人飞机，僵言：“刘涛，看来我们班里混得最好的就你了，不像我男朋友就是一个普通上班族。”郭丽丽，你男朋友可是回家要继承家业的，哪是什么普通的上班族？你也别打趣了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像唱双簧。终于他们把目光放向了我身上。梁爱，你男朋友呢？什么时候带出来见见？我想了一下，我男朋友不太方便，还是不要了。郭丽丽起哄：“不会是还没有男朋友吧？不用在我们面前打肿脸充胖子。我也知道你一直喜欢刘涛，不过刘涛已经是我老公了，你也别想了。”姜妍听了，以为我对刘涛还抱有幻想。梁爱，丽丽的老公你可别惦记。刘涛像听到笑话：“我可对梁爱同学没有想法，不过梁爱同学如果单相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”我对这群自作聪明的人顿时感到无语，又澄清：“我有男朋友，只不过他因为工作原因不方便过来。”姜妍第一个站出来：“什么工作不方便？该不会是没有这个人吧？”众人听了又是一阵哄笑。我摆摆手：“好吧，我现在就给他发信息。我的男友叫楚曦尘，是大名鼎鼎的影帝，不过今天晚上他的戏刚好杀青，所以我想他应该没空过来。”说的差不多了，服务员开始上菜。班长笑脸盈盈地对我说：“梁爱，快吃吧，你也不容易，应该没吃过这种美味。”姜妍也捂着嘴笑：“对啊对啊，别说同学不帮你，你吃完这顿够你回味一辈子了，你捡多少瓶子都吃不起。”我看了看眼前早已吃腻的菜，不屑道：“这些菜我以前天天吃，早就腻了。”郭丽丽听完就笑了：“梁爱吹牛要打草稿，
这家酒店我可是费了大劲儿才订到的，你居然说天天吃？你知道一顿这里的饭菜要多少钱吗？我扫了一眼饭桌上的菜，算了一下才几万块。姜岩，对呀，梁爱，要不是丽丽托他舅舅，可都订不到呢。刘涛听完挥了挥手，姜岩，你要喜欢，我们下次来这里吃饭就带上你，反正只要我和舅舅讲一声，都是小意思。哇，刘涛你可要说话算话，下次带我。班长眼睛也直了。刘涛，你下次可别忘了我啊，我可还是你和丽丽的媒人。刘涛装得很绅士，那是一定的，我实在受不了他们了。终于说了一句，你们下次订饭店订不到可以报我名字。郭丽丽第一个跳出来，哟，你当自己是谁呢？还报你名字？我双手抱着胸解释道，我是这家店的老板，这家酒店平常都有总经理在打理，我不经常来。郭丽丽开始起哄，大家听听，梁爱同学说他是这家店的老板，你们信吗？梁爱，你不会是每天都在做梦吧？是不是之前在学校受了刺激，得了妄想症了？郭丽丽却顺着我的话问，既然你是这里的老板，那这里的经理肯定认识你喽。我，末了。郭丽丽打了一个电话，一个脸生的经理进来了。郭丽丽扬了扬头，问，我这位同学说是你们家老板，是这样吗？经理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一脸抱歉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没见过老板面，所以我不太确定。刘涛先是笑了，丽丽，你可真调皮，竟知道捉弄人，也不嫌丢面子。郭丽丽剜了一眼刘涛，我不过是不想有人骗人罢了，还说是老板，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，穿的什么档次。班长出来打圆场，好了，都是同学，何必闹得这么僵？我撇了撇嘴，我可没有把他们当同学。扭头对经理说，把你们酒店的总经理叫来，就知道我说的真或假。郭丽丽点头示意经理去了，不过等会儿总经理来了，如果说你不是老板怎么办？郭丽丽和姜岩交换了一个眼色后，老规矩，一人给我们磕个头吧。班委也说，好啊，好啊，好久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了。果然，他们都露出了真面目。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就是常常被打压欺负，如今3年过去了，他们还不放过我，恐怕这场同学聚会也是专门为我设的。我拍了拍手，冲郭丽丽说，一言为定，但是如果我是老板，你打算怎么着呢？郭丽丽一副信誓旦旦地说，你要是老板，我今天就去吃屎。没想到她这么豁得出去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吃饭到一半的时候，总经理笑呵呵过来问，梁总，老样子免单吗？全场震惊了，郭丽丽的脸比吃了苍蝇还难看，所有人都不可置信。我摇摇头，不，把最贵的都端上来。总经理愣了1秒，马上安排厨房调了最贵最好的菜上来，什么几10万的鱼子酱，新到的黑松露，还要空运来的帝王蟹，人手1只。点完后，我才心满意足地坐了下来。郭丽丽的脸彻底垮了，我对她说，愿赌服输。姜岩气不打一处来，梁爱，没想到你为了赢，还专门请了演员，这一局不算。我，演员？郭丽丽也说，你随便弄个经理来，就说自己是老板，不是演员是什么？把我们当傻子耍吗？我两手一摊，好吧，我也猜到你就是这种说话不算话的人，这件事就这么搁置了。郭丽丽又拉着姜岩看项链，班委把头探过去，哇，这是珍珠项链，要多少钱哦？郭丽丽心满意足地对着手机炫耀道，这可是刘涛亲自为我定制的奥白珍珠项链，是限量款，不是有钱就买得到。
我伸长了脖子，看到一条夺目的澳白在手机屏幕上闪闪发光。这条澳白确实不便宜，大概要7位数，但是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？一看牌子，正是我爸公司下的珠宝店。我借口去了一趟厕所后，给珠宝店打了电话，问清了原委。原来郭丽丽一直想买那条澳白，可惜她没钱，只给了定金。我一坐下就说：“丽丽，你的项链这么好看，不如拿过来给我们开开眼。”郭丽丽脸上闪过一抹尴尬：“不方便，这条澳白还在老家呢。”我起哄：“要不让刘涛去拿，也让大伙儿开开眼界。”班委：“就是丽丽，我这辈子都没摸过澳白，你拿过来让我摸一下。”很快，郭丽丽动摇了，她使了一个眼色给刘涛，刘涛很快就跟她出去了。郭丽丽这么爱面子，恐怕会先想办法把澳白从店里拿出来。我已经好心的交代店员，他们要拿就给。果不其然，刘涛说着就要去拿了。我们继续吃饭，郭丽丽继续把心思动我身上。梁爱，你男朋友怎么还不来啊？不会又是编的吧？刚好我的微信叮咚叮咚响了，楚曦晨回我了：“宝贝，刚刚在吃饭，怎么了？要我过去吗？”我看了一眼这群势利眼同学，回了一个好。我很期待他们见到我的影帝男朋友会是什么表情。我清了清嗓子，他马上道：“你们再等等，不过事先说好，不要到时候太疯狂。”楚曦晨不仅是影帝，还是国民偶像，就在去年还被列为中国女生最想嫁的男星之首。姜妍不耐烦了：“切，谁会疯狂？你别找一个捡瓶子的大叔就行。”班委：“梁爱，你不会真的找了一个收废品的吧？你人也不丑，不要糟蹋了自己。要不我介绍我表哥给你认识，我表哥是个保安，配你刚刚好。”姜妍哈哈大笑：“亏你想得出来，看大门的配收废品，真是绝配。”众人又是一阵哄笑。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反问郭丽丽：“你的澳白呢？”郭丽丽此刻挺直了腰杆：“在路上了，很快就到。”这时我又接连收到几条短信：“宝贝，我再过来了。如果我公开我们的关系，会不会给你造成困扰？”我想了想，回了一个不会。我回完这个字就后悔了，因为没多久，我听到隔壁包厢的人在说：“小道消息，有大明星来我们酒店了。”姜妍抓了一个人就问：“是哪个明星？我也要出去看看。”不知道啊，我也是听我朋友说的。不说了，我现在就去门口蹲点。我虽然想扬眉吐气，可没想到轰动这么多人。郭丽丽不管身上的肚孕，也起身：“我也要去。”姜妍，等等我，因为这次聚会大部分是女生的关系，我们都到门口去迎接这位大明星了。一时间人满为患，现场还到了很多记者。只见保姆车里缓缓下来一个人，他脸戴口罩和鸭舌帽，却难掩魅力。好家伙，这样遮得严严实实，是谁都看不出来。但是在场的粉丝已经开始尖叫：“楚曦晨，楚曦晨，楚曦晨！”我第一次看到私生饭，没想到这么疯狂。姜妍也发了疯：“什么？来人竟然是楚曦晨，我的爱豆，我来了！”说罢，姜妍直接大步冲上去。班委一听是楚曦晨，也冲了上去。郭丽丽也不管自己怀着孕，硬是朝人流挤了进去。现场有记者把楚曦晨拦了下来，问：“楚曦晨，请问你来这家酒店是拍戏吗？”楚曦晨见被认了出来，索性摘了口罩。他魅惑一笑，露出浅浅的酒窝。这一笑让现场所有的女生为之尖叫：“陈宝，陈宝，我爱你！”就像老鼠爱大米，天南地北，陈宝最美。我头上大写的黑线
可无奈粉丝太过疯狂。记者又问：“请问你有女朋友吗？”现场全都静止了，所有粉丝都像停止了呼吸。楚曦尘微微一笑，露出他那迷人的黑眸：“我就是来这里找女朋友的。”这时现场炸了。他说来找女朋友，会不会说的是我？大姐，别犯花痴，陈宝肯定是来找我的，好不好？两个女生为了一句话，竟然直接撕扯对方的头发。保安看到后连忙把二人拉开，这才没有造成悲剧的发生。楚曦尘在一大片尖叫中，开始在人群中寻找我，可奈何人太多，我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楚曦尘干脆冲人群大喊：“梁爱，梁爱！”这时，旁边的姜妍瞳孔放大，三观碎了。他找梁爱做什么？还是郭丽丽比较淡定。呵，我就不信影帝还能认识梁爱。一群人给我让了路，楚曦尘就和我几米之隔。他慢慢靠近，只见他单膝跪地，手上不知怎么多了一束香槟玫瑰和戒指，对着我说：“宝贝，嫁给我吧。”他的眼神真挚，我的眼眶微湿。什么？楚曦尘女朋友是梁爱？郭丽丽跺了跺脚：“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信。”现场因为这个举动，记者疯了，而现场的粉丝也心碎一地。我慢慢地伸出双手，楚曦尘给我套上了戒指。因为现场还有记者，所以很快影帝楚曦尘求婚冲上了热搜。楚曦尘女友大公布影帝的恋爱史，在安保人员的维护下，楚曦尘终于来到了我们包厢。但此刻包厢外面已经人满为患，我让经理过来帮忙维持秩序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粉丝才渐渐清退。楚曦尘终于一屁股坐在我旁边，他眨着好看的眼睛问我：“我今天表现得怎么样？”我满头黑线，要不是他的出现，也不会让酒店水泄不通。不过也因楚曦尘的大驾光临，酒店生意即将如日中天。毕竟影帝来过了。姜妍不敢置信，呆呆地问：“影帝，我是你的迷妹，我很喜欢你。”楚曦尘在来之前知道了这群人对我以前霸凌过，所以并没有给他好脸色。楚曦尘收起刚刚那副好说话的模样，面色变得异常冰冷。“听说你以前经常霸凌我未婚妻。”姜妍以为听错了，不可置信地张大嘴巴：“未婚妻？梁爱真的是你未婚妻？”楚曦尘如假包换。这时郭丽丽跳了出来：“梁爱，你今天为了演这场戏，连影帝都找来了，可真是煞费苦心。”我对郭丽丽的脑回路非常不解。姜妍一拍大腿：“原来是找来的演员，怪不得这么能演，我还差点当真。”我懒得和他们解释，索性拉起楚曦尘往门外走。姜妍拦住我的去路：“怎么戏演不下去，要走了吗？你饭钱还没给呢。”我翻了个大白眼：“不是你说帮我付掉吗？”姜妍冷哼一声：“穷鬼就是穷鬼，还想吃免费的晚餐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给钱。”我干脆停住不走了。刚刚他说给我买单，你们可都听见了？所有人都尴尬的不说话。我拍了拍手，让服务员拿来账单。姜妍看到账单的时候，眼珠子快掉出来：“47万，怎么可能这么贵？”郭丽丽的脸也惨白，明显被金额吓到了。“叫你们老板过来，你们是不是黑店？”总经理很快来了，他很绅士问：“这位女士，你对账单有疑问吗？”姜妍气急败坏：“你们是不是黑店？怎么一顿饭要47万？”总经理不慌不忙解释：“你们刚刚开的红酒，还有黑松露、帝王蟹，以及10几万的鱼子酱。”说罢，还把账单摊开给姜妍看。姜妍好看的脸立刻挂不住了，对郭丽丽说：“丽丽，要不这顿饭你请，
我没带这么多钱。郭丽丽哪会管他，心疼的转给班长，自己和刘涛那份就想脚底抹油。大家纷纷无比肉疼的给班长转账后，就剩我和姜岩的了。我走到姜岩面前，我也不让你为难，我自己吃的自己买单。说罢，潇洒的给班长转去4-7万。姜岩惊得目瞪口呆，他大概是没有想到我真的有钱。眼看时间差不多要散场，现在就剩姜岩没有给钱了。他一脸绝望的再次问郭丽丽借钱：“丽丽，要不你把我的饭钱给付了吧？”郭丽丽压根没看他一眼，就转身往酒店外走。这时刘涛回来了，只是他的5系车牌号有点眼熟，不会他就是表姑的二舅妈的弟弟的大孙子吧？真是晦气。郭丽丽看到刘涛回来了，又折回来，想必是他想炫耀那条奥白。果然他又回到了位子上。姜岩一看郭丽丽回来，以为要给他买单，嘴角扬起了得意的笑容。郭丽丽拿出那条奥白戴在脖子里，众人又是一顿夸耀。班委上来就要伸手摸，哇，丽丽，这奥白没想到这么闪。楚曦臣看了一眼郭丽丽的项链，问：“宝贝，你喜欢吗？喜欢我也给你买一条。”我本来喜欢，现在不喜欢了。楚曦臣显然没听明白。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就让总经理进来催单。没想到姜岩真的拿不出这笔钱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报警。姜岩走之前还在向郭丽丽呼救：“丽丽，救救我！丽丽，我一定会把钱还你的。”姜岩到被警察带走，都以为郭丽丽夫妇会救他，可惜并没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姜岩嫁了一个赌鬼，早就把他的钱输光了，而他也只是日常摆阔而已。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钱。派出所问我怎么办，我挥了挥手：“起诉吧，以前他怎么对我的，现在也该还回来了。几万块也够他蹲一段时间局子了。”姜岩被带走后，就轮到郭丽丽了。郭丽丽还在和班委炫耀那条奥白。班委，丽丽，你的肤色配这条奥白可真是美丽动人，不愧是我们学校的校花。班长也附和：“刘涛可对你真好，这条项链价值不菲吧？”郭丽丽扬了扬脖子，十分得意地说：“涛哥一向对我好，哪怕是我要天上的月亮，他也会给我想法子。”刘涛看大家羡慕的眼神，也十分得意。我看时间差不多，就通知店员报警。果然没一会儿，警察就来了。警察一上来就问：“谁是郭丽丽？”郭丽丽抬了抬头：“我。”她还不明所以，就被警察戴上了银色手铐。“你们干嘛？放手！发生了什么？”这时，班委和其他人都张大了嘴巴。一群吃瓜群众不明所以。警察严肃地说：“有人报警说你偷窃珠宝，麻烦跟我们去一趟派出所。”刘涛一看郭丽丽被带走，焦急地跟了上去。“警察同志，你们搞错了吧？”警察停住脚步：“刚刚有人说你偷窃一条价值100万的奥白珠宝。”这时吃瓜群众才俨然回过神来。“班委，什么？郭丽丽那条项链竟然是偷的？”好多人都在那里窃窃私语。原来她也没钱，都是装的，摆阔呢。郭丽丽和刘涛一时脸红语塞。不一会儿，郭丽丽被带走了，刘涛开着宝马追了上去。我已经交代店员该怎么做，除非他们愿意把奥白买下来，否则郭丽丽就要蹲局子了。这次聚会大家人心惶惶。这时楚曦臣看了我一眼：“宝贝，我们走吧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就离开了酒店。后来我听说郭丽丽实在没钱，刘涛凑了好久都没凑上，竟想把宝马车给卖了。这时我当然是把车收了回来。
刘涛这时才意识到，原来我就是他那个远房亲戚。他来求我，梁爱，你也不差这辆车，你把车就给我吧，刚好我可以凑钱把丽丽给救出来。我看着他已没有往日嚣张的气焰，心里很开心。但是我为什么要帮他？他明显被震撼到了。2000多平的房子，门口还停了一架私人飞机和好几辆豪车。我不理会他，他见我不说话，吞了吞口水问：爱爱，其实我一直是喜欢你的，都是郭丽丽强迫我的，要不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嗤笑一声，孩子都有了，还能强迫你？我以前真是有眼无珠，看上你这种人。没多久，楚曦臣穿着睡袍，慵懒地从卧室里走出来。刘涛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他怎么在？我知道刘涛怎么想的，他和大多数同学一样，以为楚曦臣是我找来的演员。楚曦臣白了他一眼：你敢觊觎老子的女人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楚曦臣说到做到，直接给了刘涛一个大拳头。刘涛一只眼乌青的被赶出了门，不过他没有死心，大声喊：爱爱，我是爱你的，我还会来找你的。楚曦臣缓缓走来，抚摸我的头，我吃醋了，要抱抱。我给了楚曦臣一个大大的熊抱。这时楚曦臣的经纪人打电话过来说：曦臣，现在网上都是你和梁总的帖子，你确定要这样做吗？他并没有理会经纪人，大不了就退圈。经纪人吓得赶紧说：我的祖宗，你可不能退圈啊！我就是询问询问，现在很多艺人公开恋情，发展的也不错。楚曦臣好笑地挂了电话。我翻看了微博，果然我上了热搜。楚曦臣女友是梁氏集团千金，资产1000亿。下面的弹幕一顿好评。我见过这个姐姐，经常乘着私人飞机在我头顶飞过，长得又美又飒。对，我也见过。本市最大的酒店也在姐姐名下。这次楚曦臣和她结合，就是金童玉女，超级登对。我听说梁氏集团不光有酒店，还有几百家珠宝店。哇，典型的白富美。我看着弹幕笑得合不拢嘴。楚曦臣轻轻地将我搂进怀里，我的手机不停地在震动。打开微信，好多同学在后台要添加我为好友，可是这些人似乎很健忘，他们忘记曾经是怎么对我的了。班长在群里说了很多，同学们都震惊了。姜岩被判了3个月，郭丽丽她家好不容易凑齐了钱，免去了牢狱之灾。刘涛不知怎么丢了工作，却主动提出和郭丽丽离婚。郭丽丽不肯，还被刘涛推搡了一把。她从楼梯上摔下来流了产，去医院检查后，郭丽丽已经丧失生育的能力了。他直接将刘涛告上了法庭，刘涛被判了刑，众人唏嘘，一对往日的璧人竟然就这么翻了脸。我看完后并没有很开心，毕竟这都是他们应得的。班长和班委还在后台加我好友，我索性直接在群里回复，我并不想知道他们的事情了，你们也不要在后台加我好友了，然后艾特了他们2个。我最讨厌这种墙头草，直接退出了群聊。2个月后，楚曦臣给了我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业内顶流人士都来了，地址选在我家酒店。巨大的屏幕上映衬着我和楚曦臣的笑脸。我穿着一身白色大拖尾婚纱，缓缓走到舞台中央。楚曦臣见我过来，一把牵住我的手，四周好像所有人都化成了楚曦臣的粉丝，不自觉地挖了出来。我并不是天之骄女，我也是从一个捡废品的女儿一跃成为集团千金，而楚曦臣也是从小龙套一步步爬到影帝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尤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。
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正在这时，一个身穿白衣的人突然上了舞台，他拿着刀，是郭丽丽。她怎么会在这里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把尖锐的刀戳向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楚曦臣用手握住了刀柄，他的血顺着刀刃流下来。我赶紧大呼保安。这时人群才意识到舞台上的不对劲，纷纷上台。郭丽丽被擒住了，她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：梁爱，你去死啊！真可惜，就差一点你就死了。我摸着楚曦臣的手，心疼不已。楚曦臣摸了摸我的脸，挤出一抹笑容：老婆，我没事。警察很快来了，他们带走了郭丽丽，被他耽误了时辰。我和楚曦臣只能去派出所。到了派出所，他还在大骂：梁爱，你个贱人，你勾引我老公，还害他要跟我离婚，你去死啊！我挠了挠耳朵，任由他说。他见我没反应，索性攻击楚曦臣。大名鼎鼎的影帝，绿帽子都戴到头上了，竟然还安静地坐在这里。我是你，我就休了这个贱人。楚曦臣二话不说，给了郭丽丽一个耳光。郭丽丽不可置信地抚摸着滚烫的脸颊：你竟然打我，信不信我曝光你打人？一个影帝竟然动手打人，他的前途也就毁了。我一听气打一处来：打你怎么了？就你现在这样，还是担心自己吧？你可是蓄意谋杀，要坐牢的。郭丽丽听到这里，脸色煞白的闭嘴了。没想到路上下了一场瓢泼大雨，把我的衣服都打湿了。他最后，郭丽丽因故意伤人被收监了。当天我就带着楚曦臣做了伤情鉴定，然后请了最贵的律师，我要索赔到底。楚曦臣是当红明星，他现在受了伤，少说要休养10天半个月，而他光一支广告代言都达1000万，以郭丽丽现在的情况，怎么赔得起？警察打我电话说郭丽丽要协商，因为楚曦臣要养伤，我就独自去了。郭丽丽哪还有以前的气焰，整个人都萎了。她放低姿态求我：梁爱，看在我们同窗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我只是突然一无所有，想不通。此刻的郭丽丽因为被关了1天，头发乱糟糟，眼神涣散。我拿了把椅子坐在她对面，冷笑道：你也知道我们是同窗，以前你在学校是怎么霸凌我的？你们在我桌子里面放癞蛤蟆，大冬天拿脏水泼我，害得我发烧40度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郭丽丽慌了：梁爱，我跟你道歉，你不要起诉我了，我还有大好的人生呢，你放过我。我站了起来，往外面走去。一对夫妇冲进了派出所，应该是郭丽丽的爸妈。印象中，郭丽丽的爸妈本来条件不错，现在却穿得极为朴素。郭丽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：爸妈！他爸直接狠狠甩了他一个耳光，好像不解气，又直接扯着郭丽丽的头发往墙上撞：好端端的你又给我惹事，我们本来可以安享晚年，就是因为你，我们要四处求人，你这么喜欢闹，不如去死好了。郭丽丽脸上挂着泪痕，撕心裂肺：爸，不要！妈，你管管爸。他爸果然停手了，他妈上去就给了郭丽丽2脚：没用的东西，净给我们惹事，我们今天来就是告诉你，我们要跟你断绝亲子关系，以后你的事不归我们管。看戏看得差不多了，我索性走出了派出所。走到一半，看到楚曦臣正在门口，眼睛微眯看着我，他委屈巴巴地问：老婆，我们什么时候再办婚礼？上次的被搞砸了。我抬起他的手，冲他一笑：什么时候手好了，什么时候补办婚礼。毕竟我不希望你连抱我的力气也没有。楚曦臣耍无赖：
手早就好了。不信我抱你试试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